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昨晚太累，我一觉到中午才醒。洗漱后，我到楼下准备做点东西吃，却看到餐桌上放着的三明治和一杯牛奶，桌子上还贴着一张便签纸：老婆，放微波炉里三明治和牛奶，热了再吃，不要吃凉的。看着老公的温馨嘱咐，心头暖暖的。我刚把三明治和牛奶放微波炉里，便听到门铃声响。我走出去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挺着孕肚的女人。你找谁？我问她。她看了我一眼，又往我身后的屋子里看了看，说道：咱们进去聊吧。我拧眉，我又不认识她，干嘛让她进家门？便说道：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听我这么说，她有些不悦。难不成你怕我一个孕妇伤害你不成？你直接说你是谁，找谁不就行了？我也很不悦。她不善地瞪了我一眼，淡淡道：我是你老公的孩子的妈妈，现在可以让我进去了吧？闻言，我脑子像是宕机一般，有几秒的时间完全空白的。反应过来时，他已经大摇大摆，像这家主人一般走进去，坐在沙发上。我脸色难看地回头看向他：这位女士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这时，厨房里传来微波炉时间到的叮一声，他也听到了声音，朝着厨房看了一眼：哟，还没吃饭呢。他微有些冷讽的声音笑道。我几步走到他的面前，对他说道：请出去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他安然地坐在沙发上，抬起头来看着我微怒的表情，突然扑哧一声笑了，笑得很讽刺，带着几分得意。你这是怕了吗？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？我不想理他，但他这么说，却又让我心头生出一种害怕来。平静而幸福的日子，我害怕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孕妇打破。看着我发呆的样子，他笑得更得意了。看来你已经猜到了。对，他很显摆的样子，伸手轻轻地抚上孕肚。是你老公的。他脸上扬起得意而骄傲的笑容。他说，很快就会和你离婚，会给我和孩子一个名分。但他又顾及到你是一个孤儿，无依无靠，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向你摊牌。我听他这么说，表面平静，内心早已惊涛骇浪，心像碎开一般痛。我多么希望眼前这个孕妇所说都是假的，她不可能背叛我，背叛这段婚姻。明明昨晚我们还很幸福的在一起，她怎么就能背着我在外面有人了？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他浅笑道：其实你也不要怪他，怪就怪你自己无法生育。你总不可能指望他因为你一直无法有自己的亲生骨肉吧？这话如利器一般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。对，我无法生育，所以这就是他可以背叛我的理由吗？他既然这么介意，这么想要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不直说，不早说？看着我苍白的脸色，女人扶着沙发站了起来，走到我面前。这个家马上就要换主人了。她说完，得意地离开。我愣了愣，回头看向离开的她。她走路像是很小心，手还特意扶着孕肚。虽然她刚刚说的那些话很讽刺，很敌意，但此刻看到身怀六甲的她，我突然莫名的无比的羡慕。原来我也曾无比渴望能有一个孩子，能成为一个母亲。眼泪刷刷直落。我痛恨他的背叛，更痛心自己为何怀不上孩子。半个小时后，老公急急忙忙地回来了。我看到他表情平静，还微微地扬起几分笑来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。在这半个小时里，我想了很多。我恨他的背叛，
恨他的不老实，但恨再多也抵不过我对他的爱。我竟然舍不得离开他，舍不得离开这个家。哪怕知道他在外面有了人，还很快要当父亲了，我还是不想松开手。他看到我表情没有什么异常，像是松了口气一般，还整理了下领带。我回家拿一个文件，他说道：“你打电话让我送来多好，这么老远的跑回来，多累。”我起身走过去，替他把领带整理好。听我这么说，他突然一把抱住我，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：“我累点没事，不能累到了老婆。”听着他说这些暖心又甜蜜的话，我却再也温暖不起来，只想哭。但我强自忍住了鼻尖的酸涩，贪恋地在他的怀里吸取着属于他的气息。我真的从来没想过他会背叛我，我也从来没有预想过，要是遇到这样的事，要怎么应对。但现在已经发生了，我无法接受的同时，想着以后该怎么办，哪怕是离婚。既然他现在还愿意在我面前演戏，我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他在外面有人就有人吧，有孩子就有孩子吧，只要他还偶尔愿意回这个家，回来见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能看我一直没有提出来离婚，那个孕妇在3天后又再次找上门来。这次看到他，我已经可以很冷静了。我主动让他进来。坐吧，要喝点什么吗？我问他。他似乎也很意外，我怎么突然变得像没事人一样。见他不回应，我便说道：“喝温水吧，你现在是孕妇。”说着，我去厨房倒了一杯温水给他。他看着我递来的水，再看看我：“你还当真能忍？”我浅浅一笑：“或许是吧。”他很意外，问我：“难道你是怕离开了他，再也过不了现在这种的富太太生活？”我抬眼看着他，我从来不是因为他有钱才嫁给他的。当初在学校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富家公子追求我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，也并不是他条件最好。我会喜欢上他，因为他给了我很多的温暖，让我特别的想和他组成一个家。想到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不想去食堂时，他会帮我打饭；我例假来的时候，他会帮我洗衣服，不让我碰凉水，还会给我买红糖姜水，还会替我买姨妈巾。他真的很细致，对我很体贴。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爱和温暖，都是他给我的。这样的他，我怎么能不依赖？怎么可能舍得放？明明以前他那么爱我，把我捧在手心里，怕摔含在嘴里，怕化了。为什么他终究是没有熬过时间的考验，还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？我真的很心痛，眼泪又有些憋不住。可是我绝不能让自己在他的面前哭，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。我低下头，用力地咬了下唇，强迫自己不能哭出来，哪怕心痛死，也不能在这个女人面前哭。他喝了一口水后，再次看向我，说道：“离开他，我会给你100万。”闻言，我突然笑了。看我笑，他拧眉，嫌100万太少。我仍然没有回应他，只是笑看着他。20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你大概忘了，如果真的离婚，他可能会净身出户，因为有错方是他。我说道。闻言，他也笑了。你们结婚这2年，你有出去工作过吗？你有赚过1分钱吗？你可是一个孤儿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1分嫁妆也没有。这个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赚的。你现在居然有脸在这里说让他净身出户？对呀，我的确没有这个资格。钱不是我赚的。我并不是不想出去工作，而是他不让我出去工作。他说他不放心我出去，怕被人抢走。为了给他安全感，也为了做一个好老婆，我听了他的话。可没想到，我听话了，他却被人抢走了。
给你200万已经不错了。如果你还不离婚，那我们只能法庭上见。好，那就法庭上见。我回他，他怔住，可能没想到我竟然毫不怕上法庭。你有钱请律师吗？忘了告诉你，阿姨说，如果上法庭，他会冻结你的信用卡，不会让你花他们家的钱，不会请律师来贪图他们家的钱。闻言，我脸色微僵。他说的阿姨是我婆婆。我婆婆一直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。当初如果不是老公执意要娶我，还绝食了好几天，婆婆是不会答应的。婚后，婆婆也不愿意见我，甚至从来没到我们这里来过。但因为老公是在自家公司上班，所以他的工资和年底分红都在婆婆那里。这也是当初她答应让老公娶我的条件。她的所有收入都得给婆婆，我们家的开销都是用婆婆给的信用卡。没事，冻结就冻结吧，我淡定地说道。其实这2天我已经开始在外面找工作了。哪怕我再不舍得离开她，但我也很清楚，现在已经不是我装聋作哑就能蒙混过去的。眼前这个女人马上快生了，一直很想有孙子的婆婆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孙子成为私生子。看我依然这么嘴硬，女人有些恼，她怒地站起来，那你就等着瞧，我一定会让你滚出这个家，到时可就没有我承诺的200万了。谢谢，不用，我回绝她。看着她离开，我瘫坐在沙发上。刚刚在他的面前，我完全是在强颜欢笑，强自镇定。其实我的心早就崩溃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上楼去收给行李。在这个家买的那些东西，我一样也不想带走。如他所说，的确都不是我自己赚的钱买的。眼泪一个劲的流，我情绪很崩，脑子里不停地闪过曾经和他在一起的那些甜蜜。我真的不想离开他，不想离开有他的地方。我愿意为了他容忍一切，容忍他和他的孩子。可是我又很清楚，刚刚我和他说的那些话也不过是逞强而已。我没有那个本事和他们家斗，我也没钱请律师，更不能要他们家的财产。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楼下的门铃急促地响起。我愣了愣，反应过来是有人在敲门，擦干了眼泪下楼去开门。外面站着的并不是别人，而是婆婆。婆婆一看到我，顿时怒不可遏地扇了我一巴掌。毒妇，你竟然给思思下毒，想害她流产。面对婆婆的怒斥，我愣住。我给那个女人下毒？妈，我没有。我要解释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，婆婆又是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思思有什么3长2短，我会让你付出最惨重的代价。婆婆恨恨地说完，转身离开。我脸上火辣辣的痛，看着婆婆那决绝的背影，一下子明白了之前那个女人说的话。她说一定会让我滚出这个家，难道这就是她的办法？我不知道她是真中了毒还是假的，但我却很清楚，这个家我是真的待不了了。我拖着行李箱准备离开时，她回来了。看着我哭红的眼，她眉心一揪。老婆，对不起，她低哑的嗓音传来。我看着面前的她，眼泪又一次不受控制地落下来。这张卡里有些钱，你先拿着，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，我会来找你。她拉起我的手，递给我一张信用卡。我苦笑一声，扔掉了她的卡。不用，我有手，可以自己赚钱。她看我这样子，好像很心痛的样子。可现在这样的她，却已经让我分不清她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是真痛还是演戏了。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，放在茶几上。我说完，拉着行李箱从她的身边走过。她回头，突然叫住我：
老婆，以前听他这么叫我，我心里总暖暖的。他是我老公，给了我家。可现在他这样叫我，我却觉得特别的委屈，特别的难过，特别的心痛。我没有停留，径直离开了。我身上没什么钱，但好在有花呗，支付了200块，住进了一家宾馆。虽然200块并不贵，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有些消费不起。把行李放进宾馆后，我便去附近找可以租住的房子，越便宜越好。最后在花园小区租到一套价格很好，房子也很干净整洁，可以直接拧包入住的房子。1个月才500块钱，真的超级便宜。而且房主还说可以月付，并不需要年缴。因为太需要房子住了，我并没有多想为什么这么好的房子会这么便宜。我稍微打扫了下房子，打开窗户通风。在宾馆住了1晚后，我便搬了进来。从此以后，我便要开始一个人生活了。但不管我现在干什么，哪怕是喝一口水，哪怕是吃一口泡面，哪怕是洗头洗澡，我的脑子里都会控制不住地想到曾经和他相处的画面。我曾经那几年的生活里，不管干什么都有他，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需要多久才能平复心情，才能不再伤痛，才能不再那么依恋他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哭得死去活来。没有他在的日子，我发现真的好难撑下去。可能是哭得太久，我渐渐发现身体有些发软，意识也渐模糊，浑身软到已经无法动弹，渐渐地失去了意识。等我再醒来，鼻尖浓浓的消毒水味。老婆，你醒了。耳旁传来熟悉而关切的声。我转头看向他，刹那间我泪水决堤。这是我的幻觉吗？他紧紧握着我的手，一脸的关切。看我哭，他也很不好受，一巴血狠狠地扇在他的脸上。对不起，老婆，对不起。这响亮的巴掌声唤回了我的理智。我和他已经离婚了。我渐渐地忍住眼泪，咬唇望着他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问他。你家煤气泄漏，你煤气中毒了。他告诉我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问他。邻居路过闻到了煤气味，报了警，警察给我打的电话。他说道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看了一眼被他握着的手，他手的温度传过来，我心很痛，想要一辈子这样被他握着。但我很清楚，我们已经回不到以前了。我既然已经决定走出来，就不能再让自己沦陷。我抽回手来，他看我抽回手，眼神略微躲闪。谢谢你，我现在没事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对他说道。他眼神很红，好像也哭过。他薄唇抿了抿，对我说道：如如，你出国吧，我在国外给你安排好了一切，你现在出国去。他突然让我出国，我很震惊。为什么？我问他。你出国重新开始，忘了我，忘了这里的一切。他说道。闻言，我笑了，笑得很苦涩。不用了，我留在这里，也可以重新开始，也可以忘了你。我对他说道。他听我这么说，眼神里却出现一抹慌乱。毕竟我们相恋3年，结婚2年，相当于在一起5年的时间。其实我还是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，他对我有些在乎的。只是这种在乎，我又怕是我自己的错觉。他一把握住我的手，对我说道：如如，就当是我求你了。你留在这里，他会不高兴的。你去国外，好好生活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一下子痛得好像要被抽掉全身的力气。所以他让我出国，是因为他不高兴，不想再看到我。我强颜欢笑。顾夜，你还真是绝情。就这样，刚出院，我就被他送到了国外去。到了国外，我并没有去他安排的房子里住，
也没有再联系他。找到住的地方后，整理衣服时发现我的一件外套兜里居然有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。纸条上写着：“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会去找你的。密码是你的生日。”是他的字迹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我还是去银行查了下，居然有9个0，1亿存款。我受到了惊吓，不知道他为何突然给我这么一张有着巨额存款的银行卡。他是出了什么事？我急忙打电话过去，却是他接的。他很不高兴，警告我不要再去联系他，他们已经结婚，过得很幸福。我瞬间心死，可能他当初设错卡了吧。我想着他可以挂失，就没给他寄回去，折断后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找了一家餐馆工作，每天很辛苦，干很多的活。我觉得这样忙碌着，或许就能没时间想他，想以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光。可是没想到，我在餐馆遇到了周森。我吃了一惊，白净软萌的小奶狗周森变得胡子拉碴，一副被抛弃的惨样。如如姐姐，你别生气，我听说他安排你出国了，我实在不放心，才买了票跟过来。周森说的他是我的前夫。我看着眼前的周森，叹了口气，得了，来就来吧。耶姐姐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把你的衣食住行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他在我旁边坐下，殷勤地捶着我的大腿。我打掉他的手，衣食家行公司都安排好了，你别给我惹事，我就谢谢你。遵命。他对我做了个鬼脸。其实我的容颜算得上很漂亮的那种，上学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追我。哪怕我在小餐馆工作，也有好几个同事表现出对我的倾慕。但那时的我被伤得太深，根本没心情想这些事。可这个小男孩不一样，原来他居然是我同一所大学的，是我的学弟。只是那时我和我前夫在一起，他没有机会。后来他大学毕业后就出国了，没想到会在异国他乡再次相遇。对于我不能生孩子，他也不介意，想要和我一起抚养，哪怕是领养的孩子也好。我一直不同意，哪怕知道他是我的学弟，我对他都还是很抗拒。但他却锲而不舍，一直关心我，守护我。渐渐的，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前夫的影子，他就像是前夫的另一个翻版，对我各种好，各种宠。对于我这种从小都是孤儿，无父无母，极度缺爱的人来说，这样温柔的宠爱很容易让我依恋上。后来偶然的一个夜晚，我们发生了关系。姐姐，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周森的手停留在我衬衫的纽扣。有什么好后悔？我看着他仍有几分稚气的脸，没有丝毫退缩。我没想到，离婚之后的第一次心动，居然是和比我小7岁的弟弟。直到2个月后，我却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我一直很渴望自己能当一个母亲，能有孩子。没人能清楚我极度渴望成为一个母亲的心情。在外面看到孕妇，看到抱着孩子的那些母亲时，我的心都会抽痛。我很羡慕他们。我每天都在盼望，却一直没能如愿。可现在，我却如愿了，有了孩子。在我快生产的时候，他看着我腹痛到只能蹲在病床边，心疼得直流眼泪。那一刻，我发现他可能是真的很爱我。我突然想接受他了。因为有了肚子里孩子的陪伴，我渐渐地从前夫对我的伤害中走了出来。饭店里工作太累，为了养胎，我不能再留下来工作，暂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我只能在租住的只有10几平米的地下室里，用手机赚钱。以前我上大学的专业就是中文系，所以我写了些文章发到国内自媒体账号上。没想到流量还不错，我就专心地做这件事。
后来我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她抱在怀里，高兴得不行。要给孩子上户口，我们商量后决定回国。回国后，我们一起办了结婚证，并给孩子上了户口。他家里条件也很好，父母一开始觉得我是二婚的，很反对。但后来也不知道他跟他父母说了什么，他父母便没有再反对，还专门给我们准备了婚房，在一环路上。这套房子市价2000多万。这天周末，他不上班，一早起来给我做了营养餐后，又说要带孩子去公园晒晒太阳。我也很久没出门了，便跟着他一起出去。他对我和孩子都很好，孩子半夜哭，都是他起来冲奶粉、换尿不湿。我心疼他白天还要上班，好几次阻止，他都不许我干这些。说女孩子生了孩子后，怎么也得休养1年，不然精气神很难恢复如初。他说他再累也是幸福的。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真的很暖。老婆，这里风景不错，我让路人帮我们一家3口拍个照吧。他看到公园那在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，对我说道：好。我点头，抱过他怀里的孩子。他拿出手机，看到路过的人，满脸笑意地迎上去：哥们，能不能帮忙拍个照？路人停下脚步，和他眸光对上。好，路人点头答应。他却在看到这个路人时，眼神一滞。他又急忙说道：还是算了，这阳光有些刺眼。路人有些无奈，没说什么，正准备离开时，眼角余光却看到了抱着孩子站在湖边栏杆旁的我。他猛地一转身，深黑的眸子猛地看过来。我也正好抬头看向老公所在，想看他和路人在说什么，就突然撞见了他的眸光。我的前夫顾立群，我老公是知道顾立群的，见状也急得几步走过来，挡在我的面前。顾学长，她现在是我的老婆。他宣誓主权道。闻言，顾立群目疲欲裂般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道：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很久？我看着他，以为早已经忘了他，可现在看到他，心还很受震撼。那些过往，开心的不开心的，全都一股脑地涌出来。我强扯出一抹笑来：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还找我干什么？他闻言，情绪一下子激动，一把推开了我老公，上前抓住我的手臂。可这一抓，他这才发现我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女婴儿。女儿在我的怀里嘟着嘴，看起来很可爱。他却像受到了惊吓一般，退开一步。这是你们的孩子？他问。我点头，对。他不敢置信地看向我：你不是不孕？我苦笑，可能是我和你之间无缘吧。我和我老公在一起后，就有了孩子。闻言，他也是苦苦一笑。他像是很失望、很沮丧地转身离开。老公见状，上前搂住我的肩膀，安慰我道：你没事吧？我摇头，其实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我真的不应该再介意了。可顾立群走了没几步，又快速地回来了。他来到我们的面前，眼神深深地盯着我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让你出国？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最后我笑着对他说道：知道啊，因为是你不育，然后我决绝地走了。我知道他回去之后就是天翻地覆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